好，各位加拿大的朋友，大家好，我是Soismans 1866的 Eden。那我来自台湾，今天很荣幸呢，能够收到加拿大的邀请，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 Taiwanese Social Activity in Indonesia 的这个主题。那虽然说现在疫情已经慢慢的这个解封，各地也慢慢的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那这一次呢，我们还是用线上的方式跟大家做分享，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来到加拿大，跟各位呢面对面来做更直接的一个交流。为了让大家对于今天分享这个主题有更具体，能够更了解，那我有自己增加了一个副的标题，那就是伊登夫妻勇闯印尼 Semarang 的奇幻旅程。那用我们的故事来让大家了解怎么用台湾的老街经验去活化世界的文化遗产。OK, let's go， 就让我们一起登机飞到世界的另外一端，印尼的三宝龙这个城市，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我们的奇幻故事。那首先呢，映入眼帘的右边这张照片是我们这一次的故事的主轴，它叫做 Soismans Gandour。那这张照片是拍摄于1868年，他当时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时候拍摄的照片。那今天的故事跟分享都会以它来作为一个后面的一个中心。那这是今天分享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大纲，主要分为6个部分。那从我们的一个如何去接触到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起心动念和启发，那到我们的创业的过程，以及呢我们今天会分享2个圆梦计划的小故事，再到呢我们自己的特别企划的一个专题，最后是我们的下一步该往哪里走，以及我们的愿景。在开始之前，大家常常都会遇到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Eden 啊，你怎么会有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际遇让你能够开始修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那其实我常常都尴尬的笑了笑，说等你听完我的一个爱情故事，你可能就会对于你这个问题就会得到解答。那这是一个我和另外一位共同创办人，他叫 Jade， 那他是非常的他是一个温柔的人，那他也有着非常大的爱心。在求学的阶段的时候，他就曾经去到非洲，然后去当志工，那为期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那当时他在日本，我在印尼。有一次他来印尼看我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约会的过程中，刚好经过了这一栋上面投影片上可看到的这一间建筑。那当时这栋老旧的破旧建筑呢，我们还不知道它是一个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只觉得这个地方有点迷人，好像蛮不错的，蛮特别的地方。那当时他就深情的对我说，如果我们有机会把这个地方拿下来，重新整顿一下，看能不能当成我们的一个梦想基地，然后呢能够去结合更多的力量，然后解决印尼的这个当地的社会问题，去帮助更多的人，不知道可不可以？他就这样跟我讲。那隔天呢，后来他回去了，我就想吧，那就开始找人去询问，去负责开始筹备。那很幸运的是，我们在半年内我们就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半年后呢，我们就顺利的租下了这个地方，然后开始进行我们的这个古迹的修复工作开始。所以我常常会开玩笑的说，对于修建世界文化遗产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一个插曲，一个故事对我来讲，但也是我对 Jade 他一个浪漫的一个告白跟约定。那同时也是我们对于追求幸福人生或者自我实现的一个方式吧，应该常这样讲。所以这算是我们的一开始的缘由。接下来就是在我们要开始创业之前，其实我们也受到了一个印尼她的著名的女英雄叫做卡蒂尼的一个影响。她的故事非常的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更勇敢的决定要去创业，去做这件事情。
那卡蒂尼她是荷兰殖民时期的时候，的一个教育改革提倡者。那她也是印尼最早的女权先锋。虽然说她的寿命非常的短，她享年只有25岁，可是呢，她在教育和两性婚姻的这个平权的这个贡献上是非常卓越的。所以印尼政府呢，他们为了纪念她，也特别将4月21号这天她的生日定为印尼的母亲节，也叫做 Kartini Day。那这天就作为国历纪念日来做纪念她，然后来感谢她。所以也因为她的故事，让我们就是更加的肯定，我们想要走这条去修复古迹、去帮助更多人的这件事情。这件事就让这件事情就这样持续了下去，一直到现在。那谈到我们的创业过程，其实我们在创业前，在创业就是创立这个SOESMEN 1866之前，其实我们有做了一些准备。那因为那时候刚好在那之前，其实我因为一些当地朋友的介绍，我就加入了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旧城筹备委员会担任委员。那我提供了几个台湾的老街的经验，包含从台北的大稻埕，那中部的鹿港的老街，以及台南安平的一些老街经验，修复跟更新的商圈的一些重建的一些经验，一些 case study， 那帮助了这个市政团队进行了他们的都市的规划，以及他们旧城商圈的一些重新的复苏。那同时我也协助这个团队呢去做到翻译这个殖民历史的研究机的一个资料，以及史证的就是就史实的一些考证的一些研究。那也因为这个第一步，让我能够第一次的接触到这个旧城区相关的古迹以及修缮工作的这个进行。那同时间，Jade他刚好也来到印尼的时候，他就协助我们这个旧城的活动。旧城区有一个很大的年度活动，叫旧城博览会。那当时有一个微商市集的活动，Jade他临危受命，受到主办单位的委托，那他就想说，那就以社会企业的这种的方式，那他召集了当地的多达大概30多位的微型企业家来参加。那结果出乎意料的好，而且受到了政府的官员跟当地的这个市的这些居民们的喜爱。那所以我们也从中呢找到了市场的机会，也发现了我们可以着力的一些利基点，那更也见证了一个我们所谓的微小的成功的案例。那在那之后，所以2017年我们确定呢，就以SOESMEN感豆这个地方，就刚才前面所提到的那一栋古迹建筑物，我们为修复的那栋建筑物作为我们的梦想基地，然后建立了SOESMEN 1866。然后我们以企业的手段跟商业创新的方式去解决我们周边所能够面对的一些社会问题，然后来帮助更多的人。那在创业之后呢，一直到现在，那这段时间 Jade 她刚好因为怀孕啊等等，就把重心将会放在我们的家庭部分。那她始终支持着我继续做这件事情，继续做修复古迹以及活化这个空间的一个任务。那也非常特别的是，也非常的幸运，我们的建筑物SOESMEN感豆经过了3年左右的一个修复之后呢，它受到了媒体跟当地的观光局列为了这个旧城区必访的一个建筑之一，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肯定跟荣耀，有许多媒体进行采访过。那在当中我们也筹办过了许多三宝龙的第一次跟很多的活动之最，包含了我们筹备了第一次的一个区域性的国际书展，以及也办了一个最大的艺术系的一个学生成果艺术展，也办了一个跨界的一个摄影比赛。那当然也有婚礼啊，印尼的平民爪哇婚礼啊，还有一些慈善音乐会，以及一些小吃跟一些旧城文化等等的展览，我们都有一些初步的一些承办的一些经验。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这个工作对我来说不是我的主业，但它是我认为就是我后来自己的斜杠出来做的一个工作。那我会认为，身为 Y 世代的我们，当我斜杠创业或者是斜杠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的目的不再只是为了财务的需求而已，我们是为了平衡我们的生活跟工作，
个人生活跟工作，那找到更多的意义。那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我非常享受斜杠工作所带来的挑战，也非常热爱创业所带来的一个跳跃式的经济成长。它帮助我能够接触到我原来工作领域以外的这些专业人士，以及或者是像这些艺术家，或者这些建筑师，或者这些所有的活动的策展厂商等等。那它也同时让我们台湾人的一个努力出现在国际的视野里面。那我相信这在对我们自己本身来说，在未来跟我们回想起来，一定是一段非常珍贵的美好回忆。那这些事情到了现在逐渐疫情的解封之后，空间活化的工作也慢慢要回归到这个 Jade 的本身。那我相信未来在他的因为当时创业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信念跟他的一个想法，所以我相信他能够带领着SOESMAN 1866的部分持续的成长，然后扩大我们善的效益。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这栋SOESMAN感豆的它的一个特别的价值。在 UNESCO 就是联合文教基金会他们所特别联合国的世界文教基金会里面呢，特别有提到的几点的价值，那我这边帮它列出来。包含第一点，它坐落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东印度公司所殖民的文化保留园区以内。那世界上其实现在有4个比较被提及的东印度公司所殖民所留下来的一些遗迹，包含了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跟槟城，以及印尼的雅加达巴塔维亚，以及最后一个就是这里三宝龙的旧城区。那其中前2个在马来西亚境内的这个遗迹呢，因为受到了2次的世界大战的影响，不是全毁就是半毁，那造成它的面积所存留面积相对来讲较小。那第3个呢，就是在那个雅加达的这个部分，它虽然说是当时东印度公司整个在东南亚的运筹总部巴塔维亚这个地方，但是它因为位在印尼的这个首都圈里面，那因为土地开发的价值较高，在过去一直以来不断的被破坏，也不断的被分拆。那再加上它的产权相对复杂，在修复跟管理上面相对不容易，所以现在它的价值已经低于了目前的所谓的三宝龙的这个旧城区。那这也是三宝龙的旧城文化区为什么会能够凸显，也能够被印尼的政府列为国家1级的文化保留示范区的原因也在这里。它的价值就在超越了雅加达这个地方。那同时它也最大最完整，为什么？因为它总共172间的这个当时殖民时期留下来的一个建筑物，跟它的一些地方的形象都还可以很完整的保留着。第2点就是说SOESMAN感豆它建于1866年，它是一栋超过150年以上的古迹空间。过去它是作为荷兰人他们作为国际贸易的中心，营业的范围、营业内容其实包含的非常广泛，其中有几点比较特别，包含了它是荷兰的皇室专用的马匹的一个中介转运点，他们从澳洲将马匹运到了这个要运回荷兰之前，他们会在三宝龙这地方做一个转运，所以曾经这边有成为作为一个马匹的转运点。第2个就是说，他们也营运的范围也包含了咖啡、香料、橡胶以及其他的舶来品等等。那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须的。那另外呢，它也是除了荷兰人他们所遗留的保留的文化以外，这个栋建筑物也是当时东南亚首富号称唐王的黄仲涵先生他的发迹的这个建筑。那在当地其实有蛮多的文献记载他的一个丰功伟业。那这栋建筑物就曾经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贸易的商号。所以这个SOESMAN感豆它的历史价值不仅仅只在荷兰的这个文化里面，也包含了在华人的跟印尼人的这个富商的文化里面也显现出来。那除了历史文化的价值以外，
这栋建筑物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建筑价值。当时它建造的年份刚好是处在传统的土造工法，就是台湾所谓的这种土埆厝，就是为所谓的土灰石，然后砖块粘合而成，它把它粘合而成。那刚好它是位于这种工法以及西式的钢筋水泥的架构的捆绑的架构的过渡阶段。那这后面我们会有一些照片做辅助说明。第二个就是说，在这栋建筑物里面充斥着欧洲手工彩绘玻璃的一个布置，以及我们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半圆形的铁棚，这个是相对特殊，后面也有照片可以做辅助的说明。第三个是说，这栋建筑物它与三宝龙的另外一个国家一级古迹叫拉王谁物千门，是同一个设计师，当时他们属于同一个建筑设计师，所以在这栋建筑物里面有许多的工法和另外那一栋古迹一级古迹的概念是有非常多的相吻合的部分，所以都能够做到对比跟应用，都可以对比较。所以这也是这栋建筑物它特别有趣也比较特殊的一些价值所在。那这一页呢，就是给大家看一看当时我们刚接手的时候的这个照片。那从左边到右边，大家可以看到说这栋建筑物它的2楼，当时我们接手的时候是已经没有2楼的屋顶那它是非常的破旧。那它的空间呢都被了树藤去给围绕。那所以当时我们要接手的时候，必须先把所有的这个藤蔓先去除掉，因为它有将近15年的12到15年之间没有人去管理跟应用。那它的1楼空间也被当时旧城的旧人区域群聚了一群斗鸡的爱好者。那这边是一个养鸡的场。那后半段呢是列为是一个旧资源回收厂的部分，所以说它的概念是非常的破旧跟非常的陈旧。那对于当地人来说，旧城区的这一栋建筑物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黑暗、肮脏、流浪汉、罪犯的一个聚集地。所以基本上在我们接手之前，其实也是几乎没有太多人去触碰。那可能也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可能因为我也不了解这些，所以说我是后来进行了整顿之后，也才发现这些事情。不过好在我们接手之后的大概1年后，政府将这个地方列为这个一级保护园区之后，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重新重置、重整，包含所有的地砖，还有所有的这个电缆、电线的重新规划。那所以说也让这个地方重新的焕然一新，现在走向越来越好的阶段。那在下一页就是我刚才前面有提到的，从最左边的这个图就是2张图，就是钢骨与灰土混合的结构。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当时的这个4个可以看到白色的柱子，白色这个铁柱呢就是所谓的钢筋水泥，它当时是绑钢筋跟水泥的去做的一种架构。那红色的砖瓦，红色的有那个瓦片，在灰白的地区这边的部分是所谓的就是砖块红砖跟我们所谓的米浆，它去揉合之后混合了一些灰石等等，把它砌成它的土墙，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头钢土的这种概念。中间这张图就是我们建筑物空间里面的固有的圆拱形的半圆拱形的这个天花板，它就是从荷兰带回到印尼的部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早期他们从亚洲、从东南亚掠夺了很多的资源，茶叶啊、鹿皮啊等等糖啊，回到了荷兰回到欧洲之后，他们从荷兰出发到东南亚来，他们是必须要有压船石的东西。那这些铁片就刚好是成为最好的压船石的作用，可以使这些船呢能够抵挡季风、抵挡这种大浪的吹袭。那所以这也是来到印尼之后特别，这当时从荷兰来到了手工制作完，然后送到了印尼来之后，再手工去切割这个部分。
那最右边的部分是我们的所提到的手绘的玻璃。那手绘玻璃大家会说，那它到底跟现在的手绘玻璃也到处都有啊，那有什么差异？过去的手绘彩绘玻璃它是用手工去粘合，所以它的工整性没有那么好所以它的呈现，它的粘合之后是呈现有一些弧形的不规则的弧形。那如果现在机器组压出来的这种手工彩绘玻璃，它呢是基本上是几乎是平整的，非常工整的，是非常的工整。那也因为它的不平整性，导致它在阳光的折射下，反而会显现的特别的耀眼，非常特别的光彩，这也是非常的特别的一个特殊现象。好，那在接下来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分享2个我们的圆梦故事。就是第一个就是阿令的5块美金的约定。在右边这位女士，她叫做阿令，她来自于印尼中爪哇的偏乡。她曾经来台湾工作将近12年的时间。她现在的年纪超过50岁。她有3个小孩，1男2女。2016年的时候，她从台湾因为年龄限制的关系，她就回到了印尼。那她一回到印尼之后，就接连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包含她的老公跟她离婚，她失去了工作。那她的户头呢，也因为每天的这个消费呢，就导致她的银行几乎见了底。那她也试着尝试去振作，去努力的去找工作。她找了9家的公司，但是都因为种种的原因或者是年纪过大，我就拒绝了她。那她跟我说，她曾经就坐在路边，怀疑的问自己说，是不是真的是年纪到了这个地步，就没有办法再就是被大家所提供大家价值那她非常的灰心。刚好在那之后，我透过一位台湾的朋友介绍了她给我认识。那因为他所在的地方离我所在的三宝龙城市坐车大约需要10到12个小时左右，那他必须要骑着摩托车再换公车，公车再换铁路坐火车来到我的城市。那我就想说，如果他真的愿意花这么大的心力，然后来到见到我一面，那我会愿意给他一份工作。所以我当时就答应他说，如果你愿意来我就会帮你支付那5块美金的火车票，然后价值约5块美金的这个火车票。如果你真的来了，那我也会给你一份工作。结果果然在约定的时间，他出现了在我面前。那他也就是成为了我们的第1号的员工，是我成为我的第1号的这个员工。那在遇到他之后，听他讲完他的一个个人的故事跟他的身份背景之后，我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你还是有价值的。什么价值呢？比如说，你也具有双语的优势，你会讲印尼文，你也会讲中文，同时你又跟台湾的人已经非常熟悉台湾人的工作习惯，台湾人你也非常了解台湾的一些文化，所以是相对来说是没有任何的隔阂。所以我就聘请他担任我的文化志工，兼任我的这个工程督导小助理。那我非常感谢他，因为他是我在5G 修复这3年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拼图。如果没有他，我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完成这个整修的工作。那也因为有他，他也帮我们招待了像台湾来的朋友，或者是海外来的朋友，在地的朋友等等，都是一样的。那右下角这边有一张图，是他去年寄给我的照片。也因为他在我这边的工作获得了合理的薪资，那我也提供了他一些奖助学金，那他也顺利的协助他2位女儿能够大学毕业。所以右边这个照片就是他的大女儿就在去年的时候，他药学系毕业。那今年他的小女儿也读完商学系毕业，所以2个女儿都非常顺利的毕业。那现在呢，他因为他的大儿子已经生了一个小 baby， 他现在已经当了一个奶奶，所以现在在家里含饴弄孙。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开心的。那他现在也能够相对来讲，他的重担也能够解决。接下来是第2个我们的圆梦计划。
我把它叫做 Ruth 的炙热的心。Ruth 是右边这张照片中间的那位年轻妈妈，她年约大概45岁，45岁。她与她的老公因为老公外遇的关系，她离异已经12年，独自抚养了这2个女儿，以及她还要负担她无业的哥哥，还有她老迈跟常常生病的妈妈。那在疫情之前，在 COVID 之前，其实他有着一份不错的收入，他是一个船务的中高阶的主管。那他的收入其实还算不错，在当地人来说算不错。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COVID-19 的关系，他被迫裁员。那他正值一个中年的这个事业高峰，却突然间被没有了一个经济的支出之后，导致他的入不敷出。那在这些各方面的高压的一个压迫下，他曾经有带着全家一起自杀的念头跟记录。那直到他刚好也是一位朋友的一个转介的介绍，让他加入了我们的 SOESMAN 的1866这个的一个团队里面。那因为他虽然说他失业了，可是他一直有想要创业开一个咖啡的一个想法。那所以我们就邀请他加入了我们团队来进行我们的一个餐饮事业的一个咖啡的部分的一个建立与推广。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它的空间其实叫做 For You Space。For You Space。那我们也引用了在日本的这个 Kintsugi 的这个经济精神，它的精神其实就是一种不完美也是另外一种完美。那我们告诉 Ruth 说，其实你应该要去欣赏自己的美丽，不要自暴自弃。那他也表现得越来越好，在他展现出了他积极求生存的意志力。那从2020年他的加入一直到现在，也将近2年左右，他呢也能够持续的支撑，然后也不断的去拓展他的业务，然后也帮助他的创业。这前2年的这个计划，在2个月前，他已经达成了损益2平，然后能够不断的开始逐渐的获利。那他也因为他的加入，我们让他能够，因为他有一些不错的一些经验跟强项，我们让他发挥他的公关的强项跟他的一些所长。他帮助我们推广了台湾的一些街食文化，以及我们所带进来的一些文化展演的活动。那他也因为有感念于SOESMAN对他的一些作为、一些做法，他自己也体会到施比受有福的精神，所以他主动投入了许多的一些慈善活动，包含他从去年就加入了公益慈善大使，然后呢也去协助筹备了国际的这个儿童癌症的这个慈善音乐会，去帮忙募资跟筹备一些经费。那所以这些都是他所带来的贡献。那他也把这个 For You 的 Space 这个咖啡呢，发展成为一个平常是一个现场有音乐表演的一个 live band 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咖啡空间。那也同时呢，在特定的时间内呢，有一些固定的一些文化展演的一些预约的地方一些空间。那在最右边这个图呢，就是它的咖啡的一角，我们拍摄的一个角落。那上面有个亮点就是上面有一个台湾 Can Help 的一个 logo 跟一个 slogan。这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后来就是跟当地的政府请台湾的这边的政府跟当地的政府合作，当时的送口罩的、送防护衣的一些活动的后续发展，我们也在这个空间持续的发酵跟进行中。那接下来到就是我们的特别企划的专题，关于文创和修复古迹，我们有自己想要走的路，也有自己的想法，包含就是从台湾的经验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印尼跟台湾有很多类似雷同的地方。印尼也是一个充满历史跟文化的一个国家，它在每个城市里面，它也有不少的闲置空间，跟台湾是很类似的。那我们认为古迹活化的一个目的，不应该只是赚钱，不单只是盈利，而更应该
在赚钱的这个之外，有其他的文化、历史跟教育的一个意涵。所以对于荒废老屋修复，我会认为说，就是对于荒废老屋跟古迹来修复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件非常难得的经验，也是一件非常难做到的。为什么？因为它光是要对比于重新一个土地，重新盖一个新的建筑，一栋新的大楼，在于老屋它的修复必须要除了要符合为现代人所使用的一些机能以外，我们要补强建物的结构，更要呢去保留老屋的原来的外貌，还有呢就是它背后的一些文化的故事跟底蕴。我觉得这是相对困难跟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一直坚持着说，我们修复的不只是它的外观，而是更应该去尝试怎么去产生在地的连结，所产生出来的一些新生。这个对于我们SOS们1866的团队来说是更有意义的。而且我们非常的坚定的认为，唯有保存好这栋老屋跟古迹，我们能够透过它来做活化的机会，也才能够呢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连结，去产生比如说我们想要做的街区经济的复苏，以及文化串联的一个火车头的一个机会。所以种种的原因，种种的概念，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做到这件事情，其实是要有一个想法跟它背后的一个精神，不是只是表面上所看到原来修建古迹它是一件很酷很炫的事情。其实我们更想表达的是后面的一些精神。那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特别企划，包含了我们跟台湾的一个饮料加盟组合作，我们协助它导入到我们的空间里面，导入了正统的台式的这个手摇饮料，也呈现出了珍珠奶茶王国的细致文化，以及重视环保、爱地球，以及关注在地商家的这些事情跟方面。那我们什么叫做正统的台湾手摇饮料文化？因为据我们的观察，在当地有许多的手摇饮料店，包含 Chatime， 包含 Koi， 他们其实都比较偏重在这个商业行销上面，而且他们也都是透过当地的加盟主，而非台湾的直营的加盟主过来。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认为台湾的正统手摇饮料文化，其实它除了它该提供的这些手摇饮料以外，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它坚持做好品质这个茶的这个精神，以及它如何在兼顾现代的行销跟现代的这个销售的情况下，怎么样去缅怀传统，怎么去关心传统的这些文化，以及如何去表达真挚喝茶的待客之道。这是我们跟这个品牌厂商，我希望它能够带来给当地不一样的另外一个面向，不是只有台湾的珍珠奶茶好像很好喝，好像很丰富这样的概念，而是有更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包含了我们提供了印尼当地青年他们去学习专业的手摇饮料知识之外，我们也培养他们对于茶叶的种类、茶叶的这个不管它的分布、茶叶文化的故事，那它怎么样，茶叶怎么从中国跟台湾，然后不断的去演进，那世界的这些的茶叶的这些兴衰，包含前一阵子台湾非常流行的茶经这些影片，我们也截取了片段的故事来告诉当地的这些年轻人，我们告诉他们卖的不是一杯珍珠奶茶，卖的是台湾的一种茶的文化跟珍珠奶茶的这种文化款待的精神。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活化了在地的经济，也提供了这些青年人他们就业的一个机会，也举办了茶会，我们定期举办一些茶会，传递了这个就是一期一会的茶道精神。接下来是我们这个自有品牌AFS 1866 Art from SOS 的这个部分，这是我们的一个关于 Gallery 跟文化策展的一个次品牌。
在这个里面，我们也曾经邀请过台湾的客家金曲双人组 iColor 参与我们的演出，同时我们把这个演出呢扩大成一个客家文化季，我们邀请了当地的客家工会的主席以及客家工会的一些团员们，当地的留台同学会们，以及台商的这个理事长跟副理事长，以及一些相对的台商的一些干部们，来到了这个我们的空间，一起听客家音乐，吃品尝客家的这些茶点等等。那也包含了各类的这个音乐表演的活动，我们一直持续的在不断的进行中。我们的使命是秉持着善念，提供这些微型的商家以及这些艺术家们一个销售的平台，跟展示他们的商品跟他们才能的空间，并且我们希望组织一个1+1大于2的一个国际团队，分享在地的经验，以及能够担任连接双边市场的一个桥梁。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秉持着 Jade 他的创业初衷，他希望我们能够扶持失婚的妇女能够中年去转职，以及提供青年呢在地就业的工作机会，不要到外地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工作，导致人口的流失，整个商圈的衰退。那所以我们做的事情，也就是从修复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切入了这个国际的这个企业的经营的方式，然后整合在地的资源，达到了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个能够让他们自给自足的一个文化生态圈的概念。就像把这个旧城区想象成是一个池塘，里面有青蛙、有海草、有鱼，各式各样的。然后我们就是这中间的这个池塘的一个管理者，我们池塘的这个协调者，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不断的活化跟强大。那下一张投影片呢，是我们的过去的一些重点活动的回顾，包含了一些前面提到的一些婚礼啊、书展啊、特色家具展啊、摄影展以及成果发表展等等。我们也邀请了一些知名的音乐人来到我们的空间，以及艺术家们在我们的空间里面拍摄他们的作品，以及成立 workshop。那我们也邀请了学术界一些大学的教授以及地方的一些学者来教导年轻人们呢，学习他们传统的印尼传统的蜡染技术，也做了一些成果发表的成果展。那有了艺术，有了音乐，我们当然就不能不提到美食，所以我们也不断的去做了一些的美食的一些合作，也引进了台湾的美食、亚洲的美食，然后来做这些交流，让这些活动增添更多更好的色彩。最后有一张，就是中间这一张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不只在帮台湾，让台湾被大家看见，我们也希望世界能够看见印尼三宝龙这个城市的它的价值。所以我们在前一阵子在前年的时候，我们带了台湾的媒体来拜访就是这个副市长和观光局的局长，那他也很热情的招待我们，去导览了我们这整个旧城发展的计划，也接受了采访。那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双边的交流，有了双边的交流跟双边的信任，我相信我们会做得更好。最后来到我们的一个下一步，其实我们常常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我们其实也曾经茫然过，也遭受过一些不少的挫折。那其实我们心里也很清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其实相对来讲，其实我们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很明确。如同总监 Charlie 他的新书《台湾世界的答案》，这中间有提到的一段话，我觉得蛮有感觉的，就是我们希望在台湾之光之外，用加法去创造更多的连结，提供呢就是创造这种连结呢，那怎么去连结？我们想要做的就是不只是连结在当地的这些文化或者商业的社群，然后参与更多的商圈复兴的一些事物，
以及整合了在地的这些资源，然后提供一些许多的一些新创事业，他们当一些教练，帮助他们能够成长跟茁壮。那一方面在创造台湾的文化价值之外，也能够推广深度的交流。我们非常强调深度的交流，不是只是昙花一现的，就是流行或者是风潮。我们不想要只是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像这些照片，这些活动的照片，正是我们一步一脚印，与各个当地的这个文化社团合作一路走过来的一个见证。那我们还在持续的努力中，我们也希望能够不断的去往前进，不断的茁壮。那我们希望呈现的不是只是被看到，而是能够强烈的被需求。就如同现在台湾的台积电做例子，现在所有的先进国家要发展高科技，都必须要台积电的这个晶片，它被强烈的需求。我们也希望有天我们能够被这个当地的社团，被当地的文化社团，被当地的政府能够强烈的需求着，所有的活动他都希望我们能够积极参与，而不是我们去希望他能够找我们，而是他能够需要我们这个地方提供他们所要的价值。那这是我们还不断的在努力的部分，也不断的跟其他的前辈们，跟其他的一些已经相对成熟的一些一些团体跟一些组织来学习的一个取经的一个部分。那一个团队它如何能够持续不断的前进，我相信必须一定要提到它的愿景。那我常常用一段话来鼓励我的团队跟我自己。那我今天也跟大家分享，当一个人需要光亮的时候，他是积极的；当一个人找到光亮的时候，他是无畏的；当一个人追逐光亮的时候，他是可敬的；当一个人给予别人光亮的时候，他是温暖的。所以我想要知道我们自己在通往未来的路途上，是否能够点燃那些微光，一直向着那个光亮的方向前进。虽然说这路还有一点长，你只能看到那一点点的光点前进，但是你依然坚定的往前。那我也为我们的团队设立了小我跟大我的目标。小我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提供足够的薪资福利，让他们做一份受尊重的工作，用专业的技能养活他们自己。那大我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建立一个艺术、人文、生活体验的平台，让国际认识台湾，让 SOESMAN 1866成为这个交流的触点，一开始的触点，然后让我们持续的成长跟继续的扩大它的效益。最后，这个在分享之后，如果有时间，希望大家如果想要更认识我们，可以上 YouTube 去搜寻消失国界对我们的专访。那它是在一个世界微光的一个专题，它呈现的是台湾的青年如何在印尼如何去维修荷兰人所留下来的一个世界文化古迹，那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主动改变世界，让台湾被世界看见，也被所需要着。那在这段分享我就先不再播放这个影片，那让大家事后再去有机会的话，大家再去点阅跟观赏。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当时我加入了，前面我提到我加入了这个委员会之后嘞，那当时为什么他们会找一个委员会？是因为他们有需要，这个委员会必须要有外国人担任这个他们的顾问。那刚好嘞，在朋友介绍下我就加入了，所以第一个需求是这样。那第二个在加入之后嘞，我先听到他们有哪些的需求我来解决他们的需求。举例来说，他们当时遇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最早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到底这个地方应该要让公家单位来进行活化，还是要让私人机构来进行活化？他们当时有这个最
最早的一个问题。那时候我就提供了几个我们台湾就举例来说大稻埕的一个经验，因为以台湾来讲，我们除非就是像一级的这种一级的古迹以外，很多的商圈地区的这个老街的这种修复，都是以私人机构的力量来进行。那私人机构进行的好处，就是相对来讲自由度高，然后它只要在符合政府能够修缮的一个条件下，那它能够创造比较多的这个多元性。那这个，所以我就列出了一些优点跟缺点，然后来说服这些其他的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们。那他们也听了之后，的确真的是这样。那我也给他们看了很多的照片，台湾的这个一些照片，然后也配合了一些影片。我们跟他讲，每年1年1度的这种比如说一些固定的大型活动，都在这个像大稻埕的年货大街啊等等。那我就给他们参考这样的影片或者是这个照片，所以也就奠定了他们后面就更加的愿意支持每一年都有的这个旧城文化博览会。那当然，这个旧城文化博览会本来就存在，只是后来的当地政府的支持之后，他就把这个东西的这些当地的 facility 呢就整建得更好，更加的完善。所以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沟通上面，我们要做到的事情就是其实比较。我觉得还是要先从刚才前面提到的，先听他们的需求。我们不能一味的去丢出我们想要表现的东西，而是先听到他们想要的需求。举例来说，在2年多前，他们就是觉得说这个要找这些国外的媒体啊，国外的这个媒体来帮忙他们来报道这个旧城的这事情，三宝这个旧城文化，因为他们已经修复完成，他们需要国际的媒体增加曝光。那该怎么办？他们其实也很苦恼。那我当时刚好有接受到这个3D 电视台的访问，那我就说那我就把这机会呢引荐给了这个副市长。那我说副市长，如果你愿意能够露面，然后来亲自接受采访，我相信对于这整个城市会有更加的这个会对大家的这个认同感会更加的强大。那他也很开心的接受了。那这个是访问，所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去不断的跟政府，根据他们所要的，我们提供给他。那所以久而久之，他们也就知道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台湾人所的一个势力，跟台湾人的台湾一个地的一个人所在的一个空间，不断的能够提供他们不断的一些 idea， 跟不断的提供他们的一些资源。那我大概就呈现这样的方式，不断的跟他们沟通。OK，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这应该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就是第一个，三宝龙它不是一个就是不是首都。那它虽然说它有很多独特的文化的特质，跟它历史的一些很丰富的文化资源跟观光资源，但是它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它不熟悉。那不过也就是慢慢的，我觉得可以慢慢的随着疫情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国际的媒体、国际的一些观光的一些资源不断的挹注，那我相信它会慢慢的走向好的方向。那第二个就是说，在修缮古迹方面，因为这个其实老实来说，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就像我前面提到的，这真的是一个无心插柳的导致的一个机会。以后面的人来讲，他要能够继续能够拿到古迹修缮的这个计划跟这个地点，其实不太容易，或者应该说他如果真的要拿到的话，可能需要比较庞大的资源或者是企业才有办法拿到，应该比较少能够像我是以一己之力、私人的力量能够做到这样的规模。对，那应该说后面的人他们在修缮古迹的时候，他要花费更大的成本，因为这一块已经慢慢被重视，那很多的部分的很多的一些空间也逐渐的都被当地的财团开始或者是一些外资，像新加坡跟中国的企业，已经都纳入他们的一个企业版图里面，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困难的。无可救药的疯子，应该无可救药浪漫的疯子。
怎么可能？就像看了我那么多那些照片，当时我怎么会有勇气拿下？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当时的勇气从哪来，可能就只是一味的浪漫，就想说好吧，反正就是为了要让当时还是我女朋友，可能后来就是成为我老婆的这个 Jade， 我想说让她有一个地方能够发挥她的一个理想，然后我想说那我就简单搞一下，就没想到简单搞一下就越搞越久，越搞越投入，越搞到最后就是现在就一直在这个里面。我也在这里面看到了很多跟我一样，但是他们的年龄大概都比我们大了大概30岁吧，30岁左右，20到30岁左右。对，那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也是非常的讶异，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外国人，一个台湾人愿意在印尼然后修复这样荷兰人的古迹，所以他们也是觉得很讶异。对，其实对，很好，感动的时刻，我是一个比较容易感性的人，我比较容易感动的人，就像前面讲，我是一个浪漫的疯子，对。但我觉得最感动的事情，应该就是我从那个废墟，然后到完成，就是我里面有一张照片，是我拍摄我们的正面，然后也旧城区已经基本上它整体的环境也大概整一期的工程已经完成，我看到那个油漆。因为我有自己去做最后这个油漆的动作，当油漆完那一刹那，我退到对接，然后拍下那张照片的时候，哇，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觉得那算是我觉得最感动的一个 moment。但后面有很多，因为办活动，每办一个活动，都更加深了我对这个建筑物的一个喜欢跟对它的感情，那有更多的感动。但是如果你问我最感动的第一次，应该就是这个部分。那也是我跟Jade 一起完成的这个工作包含因为我们要修缮的东西太多了，因为我们花了将近3年3年的时间，这是一段蛮长的时间，对，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都是琢磨在这3年期间都琢磨在研究。怎么研究它的一些架构啊，它的建筑啊，然后怎么整修等等的一些考古上面，对，所以我觉得那算是蛮感动的事情，因为花了真的蛮长的时间。对，那最后谢谢大家今天耐心的聆听，如果有更多想要回馈给我们或交流的部分，可以寄这一段可以寄这个 email 给我们，或是想要更加关注我们的话，可以在 IG 跟我的 website 的网络去跟我们做关注，更加的支持我们。谢谢大家，拜拜。Taiwan Fest explores the stories of independence. Indulge in Indonesia. Discover Malaysia. TorontoTaiwanFest.ca